不知道国民党现在的党军构是有没有还在党？如果要还在党的话，那今天怎么会让立法院通过授权行政院先跟美国签约4项的军购发价书？这4项发价书刚刚讲有海马斯火箭弹、A169的自走炮，有标枪飞弹，还有这个所谓的托兹飞弹。那这个不是国民党的中央还是拼命在挡，不是吗？我在看现在的国民党啊，分成好几块，它碎片化，你知道吧？那其中有一块碎片啊，叫做郑丽文的碎片。那在这个党主席吗？他党主席很多党主席，我在民进党以前党主席被我们选出来骂的嘛，那个党主席没有用的，没有用。党主席就是被大家拿来骂就算了。党主席有什么东西？就是开中常会嘛，开记者会嘛。他除了嘴巴骂人以外，他有投票权吗？他有子弟兵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党主席是虚的。没有，我也非常好奇，是说你今天郑丽文是一个单干户，你现在国民党没有任何的战功，你连一个立法委员都没有选上。你不要说你在国民党没有选上那个立委，过去我在跑民进党的时候，他是个国大代表，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势力，你凭什么今天在当上党主席可以呼风唤雨？我就听到有个人说法，我觉得很妙，他说：“你看看他怎么去对付江启臣的。”今天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被他玩到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他今天可以去搞江启臣。江启臣是国民党曾经的党主席，他现在是副院长。我连你你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，我挡你的这个所谓的民调的这个时间，我挡你这个民调的这个方式，今天所有东西在我手上，我今天可以这样搞江启臣，我就可以搞所有大家。我终于搞懂了为什么他今天要下这个狠招式。他拿江启臣恐吓所有人，他恐吓的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个是对的。所以他败事有余的彰显出来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江启臣就是他的，就是他的这个祭品。对 ，OK， 江启臣是他的祭品。这第一个，江启臣本身佛系嘛，太温了嘛，你知道，我要挺他都挺不下去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昨天发生一个事情，不要忘记哦。李四川的民调突然间莫名其妙下滑，对，为什么？所以陈炳凤写了一篇文章啊，说第一个这个他的这个枪下亡魂就是李四川呢，就是因为他亲共的结果啊，他亲共结果李四川在家里睡觉，还没开始选举，他是11号通过，我13号民调突然间掉了9%，那这是垮掉了，那再下个月就是死亡交叉所以你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一点被确定了。然后再谈另外一个地方，新竹他也是这样搞啊，对，他搞的全台湾都是做全民调来做初选的规则，对不对？他新竹就给你搞一个奇怪的，搞一个全民就是民调7成，党员3成的，那搞到最后变怎么样？所以他没有不敢干的事啊。搞到你敢干没有用啊，结果变成怎么样？结果会胜选人会脱党给你干啊，最后谁倒霉？这个反扑一定到他身上的啊。他没有意义嘛？他不在乎啊，他只要跟习近平见面。他为什么？他耍威风嘛？他就是耍威风给谁看呢？给习近平看。给习近平看嘛。然后，而且你看，今天是个大外行，我是长期研究两岸关系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，全世界有一个人在那边讲说，习近平4月、5月、6月这个中间呢，有一天会见我。有可能吗？不是这样吗？习近平的行程会先告诉你吗？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啊！所以他在乱讲什么意思呢？吹牛逼，大家听不懂，然后知道他是个草包嘛，然后草包吹牛，我一看这个外行表示他跟北京的关系不好嘛，跟北京关系好需要。所以你说你只要任何一点了解北京的人，你都不可能讲说我今天4月到6月我会跟习近平见面，连马习会，现在马习会已经解密咯，马习会是前2天。才马上通知马英九说，我过2天有一个时间，你就跟我过来。然后马英九就赶快冲过去，连那个飞机票都来不及买。习近平的行程会把现在把6月份以前行程告诉你？当然不会，这个国家他没有这个制度嘛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后他每天他对着记者就胡说八道，一个党主席就像个小太妹一样，是不是乱讲一通？4月、5月、6月，这让贻笑大方，整个国民党的脸给他丢光光。丢光光没有关系，把党员的把立法委员搞垮掉，把选举搞垮掉，最后他得到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依照这个速度下滑的速度，他如果搞掉台中，挂掉了；如果新北挂掉了，习近平会跟他见面吗？当然不会。28保证挂点，那谈什么？还有28个屁！所以这里面最高兴的是谁？潘孟安跟赖当天。听到是这个郑丽文当选，晚上2个人开香槟啊，真假的？开的对不对？开的完全正确啊，对不对？潘孟安的智慧从来没有那么高过，我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个
差不多的人，结果突然间有那么快乐的事情发生，所以一个郑丽文帮助了台独绝对胜利。当然到最后就是现在这一团乱局，一旦看讲，如果就股票上面来看的话，那你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乱局要怎么样来结束？还有现在真的看到说台湾跟美国，不管在军事上面或者在商业上面，刚刚吴总特别提到，我现在如果不相信韩国。台湾真的会得到好处吗？前天不是涨了1400点吗？我记得大前天那时候来的时候，之前我说战争现在这种突如其来中东战争，它只会改变 AI 个股的估值，不会改变整个 AI 产业这个对如日中天才刚刚开始，这个方兴未艾的一个整个本质嘛。你看昨天为什么涨了1400点之后，昨天为什么会跌？心理因素为什么？第一个。伊朗喊说要炸美国的什么这个好多公司啊，造这个辉达啊，造连那个帕兰蒂尔对帕兰泰尔都要炸，喊了一大堆 Oracle 一大堆。宝杰，如果我今天我是黑道，我真的恨你宝杰恨得要死，我要砍你，我还会跟你预告说，宝杰，我那个明天先砍你，先到你家，当然不会，对，先去砸你窗户，后天砸你厨房。然后对，哪天到你门口堵你，不会嘛？这个就是在一个喊价的过程嘛。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。宾拉登跟革命卫队本质不太一样。对，宾拉登他是什么？他是盖达组织。对，他是真的是宗教狂热，他是阿拉伯人，然后他本身是家里很有钱，他是被家族驱逐出来的。他因为极右派，他是真的是说让美国人欺负我们回教。所以说，那革命卫队不是吗？宾拉登去弄美国的时候，他们先跟你预告说，我要那个我要去炸你双子星，没有嘛？他不会放话嘛？这个才恐怖。对，那革命卫队既然会放话，那代表什么？那就是实际跟我们右台语来讲，画帕拉 K，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你说我们最害怕就是说会突然间发生恐怖事件。美国当时在这个时候宾拉登这个9·11恐怖事件的时候，美国是有情报的，可是他各个单位不以为然，没有串联成功。现在不一样了，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还有一个革命卫队的本质，你要知道，革命卫队它本身它需要政权，它就要钱，它打仗要不要钱？他是个商人，对，他是。就是那个哈梅尼家族，这个穆杰塔巴，对穆杰塔巴，对大家以为说这个他们不像他们宣传说他们家族的虔诚啊，都很朴素，没有这回事哦。你知道穆杰塔巴他旗下的资产大概有9600亿台币的资产，对他从来没有在这个9600亿，对他从来没有在伊朗怎么正式的公开啊、官职啊、什么宣传活动，他是非常神秘低调。可是他每次在1月份的时候，伊朗曾经报道，以色列曾经报道过说，有他旗下的在杜拜利用那个所谓的一个比特币移动了大概15亿的美金，这个还不打紧，他透过那个银行家阿里安萨里他旗下包括了这个波斯湾的船运啊、瑞士银行账户，还有他本身欧洲酒店，还有本身豪宅资产，通通都是卖石油价格，就是预估起来大概960亿。你会要钱的话，就代表什么？其实你不是，就是说你就是在乎这种所谓的利益，那就有谈判的空间。这边虽然我们今天台湾没有进到8强，可是明天我一直想看说韩国明天会碰到多米尼加。多米尼加打线排出来就是264发的全垒打，在2025年的 NLB。那他这4场打下来拿了41分，40支安打当中打了13支全垒打。那前面4棒最起码基本消费也是2支，那13支全垒打是分布在8个人，所以就是说你面对多米尼加打线，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比赛的时候，就算我是美职的季后赛、总冠军赛，我可能每一队会遇到比如说2个到3个 MVP 的这样的等级，可是你遇到多米尼加这样的打线，你会发觉1到9棒都是 MVP， 几乎都是那种 MVP 的那样的等级，所以他排在7、8、9棒的 J-Rod。在去年的整个攻击上来讲，打了32支全垒打，他的打点95。那他的 Ron Soto 前几棒，他有38支的全垒打，那有38次的盗垒，43支的全垒打。所以说每一个打线最后的3棒都有32支、21支、20支的全垒打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说这一次的整个这个 WBC 来讲，你会觉得Ron Soto 也好了，还是像 Tatis Jr.那 Griffey Jr. 在去年的整个美职的季后赛，他打了25支的安打，打了8支全垒打，还有打了这个15分的打点，所以你就说整个算是一个爆炸军团啦。所以说，我想对韩国来讲，最后也只能派柳贤镇，毕竟柳贤镇有10年的大联盟的资历，尽管在韩华英速度已经慢，可是反正对多米尼加来讲，速度根本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嘛，偏高的速球他一样照 K 嘛，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好坏球的问题嘛。他们在这几场当中只吞了23K， 可是呢，选了33个4坏球，选球的精准度相当的高，每个打线都是相当的狂妄，相当的奔放，所以明天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一场烟火秀。当然，我还是期待韩国不要太惨了。
最起码就是代表的是亚洲嘛，对，最起码代表的是亚洲的强权。不过，如果从现在的整个对象的各个面向来看的话，韩国被轰应该算是合理之内了。不过，可是韩国的棒子不错啊，对，韩国的棒子不错，他的这个打这个投手群呢，所以说基本上对整个多米尼加的投手不敢掉以轻心啊。费城人的桑切斯去年是13胜5败，防御率2.50，202局 K 了212K， 所以也是派出这种赛扬等级的投手。所以说，等于就是说攻守俱佳，是我们这次看到多米尼加在整个展现出来的实力，不在美国之下，也不在日本之下。是，所以说这一次的整个多米尼加排出来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讲赔率还是美国最高，可如果就实际上从4场的预赛的打线各方面来看的话，其实最恐怖的绝对是多米尼加。你说他的打击能力比美国还可怕。对，而且1到9棒没有20支全垒打是排不了上限的，那没有90分的打点排不了上去的，而且其中有4个到5个都是单季到。57台每晚9点，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。